自从真之子在邦达星球利用异形女王反杀收留他的托诺氏族部落后，就此沦为铁血公敌。与人类世界和铁血社会格格不入的他，从此隐居在宇宙偏远一隅，直到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才让他重新出山。眼见一群操纵异形虐杀人类的坏血横空杀出肆虐宇宙，真之子决定利用自己在人类和铁血世界的影响力，号召双方摒弃前嫌，共同合作，一起围剿这群铁血社会传说中的杀手一族。铁血战士究竟为何愿意与人类合作一起打怪？而这群坏血又为什么可以让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的异形乖乖沦为他们的猎犬？以及真之子这位人类铁血战士的戎马生涯如何画下句点？这一切都在真之子传奇的完结篇见真章。在这个外星拓殖时代，星球卡帕里斯7号成为千草集团的殖民地，人类横跨银河系到此建设基地，以开采铝矿。光秃秃的铝土矿场尘土飞扬，放眼望去毫无生机，仅有稀稀落落的几辆卡车正在忙碌地驰骋。格子衬衫大叔受够了在这颗星球吃土的生活，他向自己承诺，一旦赚到钱，便要离开这片不毛之地，去享受人生。然而此时天空突然出现异象，粉碎了大叔的美好梦想，并告诉他这辈子再也别想离开这颗星球，因为卡帕里斯7号即将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但见一艘遮天蔽日的漆黑外星飞船空降到铝土矿场，张狂叛逆的外观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骤然入侵的飞船肆意轰炸人类基地，将这一群乌合之众打得措手不及，随后缓缓降落到一旁。殖民人员趁机打开武器库，抄出机枪，动员组织反击。居高临下的他们摆好狙击阵型，锁定目标，蓄势待发。这时飞船底部舱门打开，一群乌漆麻黑的诡异生物蜂拥而出，殖民地人员二话不说，万弹齐发，直接把他们射成肉渣。但是敌人行动之快，令人啧舌，殖民地工头还来不及发号下一波攻击，脑袋瓜便被敌人锁定，被轰得稀巴烂。身穿漆黑外甲，顶着酷似日本武士头盔的外星猎人们拽着被驯服的异形倾巢而出。猎人们释放这群蠢蠢欲动的爪牙，只见镣铐一开，异形犹如猎犬一般前仆后继，纷纷朝高地的人类杀去。高地的人们火力全开，奋勇杀敌，可是除之不尽的异形大军仍旧勇往直前，凶残地撕咬眼前的猎物。眨眼间只剩下大叔和他的同伴，外星猎人踏过横尸遍野的战场，缓缓地朝他们走来，随后一发尖炮轰烂大叔的胸膛，并驱使异形猎犬追捕逃走的人类。就这样，卡帕里斯7号采矿场原本稀松平常的一天骤然迎来巨变，所有人类成为被异形啃食的肉块。外星猎人只是记录着这场恶行的矿产监视器，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随后一发尖炮射出，让监视画面停留在这一刻，向世界宣告说，全宇宙最恶名昭彰的坏血氏族部落现在正式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为了躲避铁血一族的追杀，真之子隐居在猎户座附近的小行星贝拉特里克斯2号，因为他知道，不论是劫掠铁血母舰，反杀收留他的部落，释放异形女王屠戮舰上所有同伴，或是将托诺氏族留在爆发异形危机的星球邦达等死，以上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这些离经叛道之举，已经让他成为铁血世界的公敌，沦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坏血。不过，他扑灭异形宰杀铁血的事迹早已传遍人类世界，因此被奉为战神，成为宇宙军武人员口耳相传的神话。基于真之子是唯一一个和铁血及异形交手过的人类，殖民特战队特此前来寻求他的支援，以避免铝矿星球卡帕里斯7号的大屠杀重现在其他殖民地。虽然真之子早已抛弃铁血身份，回归人类，可是无聊平淡的日子无法满足他天生嗜血好杀的本性，因此他在这颗小行星为富家子弟担任狩猎导游，好延续他放鹰逐犬的本命。面对登门造访的特战队，真之子先请他狩猎场的工作人员带领顾客回避，随后前去和特战队交涉，在这之间也不忘折断一小节之牙。虽说真之子渴望嗜杀喋血的生活，可是他过去一而再的与外星拓殖集团闹僵的局面，让他不愿再为这些草菅人命自私自利的财团卖命。真之子话不多说，单刀直入地表明，不论是异形还是外星猎人事件，他都无意参与。一旁的光头佬看到自己的上校被如此无理对待，忍不住代为出头，却被真之子用刚刚的枝桠一折，接着朝胯下一击，让他跪倒，随后拔出这家伙身上的手榴弹拉环，2-3下功夫便打倒一名特战队队员，战神之名实至名归。四周的特战队眼见榴弹爆发在即，立马鸟兽散，
而光头佬则手忙脚乱地把自己一身武装给脱掉，可是，一段时间后仍旧毫无动静。原来榴弹的拉环早已被真之子手上的枝丫取代，这一气呵成的战斗技巧着实让人惊艳不已。真之子告诉上校说，他没有兴趣协助他们对抗自己过去的猎人同伴，不过上校回应说，他不确定这些猎人是不是真之子所认知的同伴，随后向他展示铝矿星球卡帕里斯7号的大屠杀录影。在视频中，真之子看到手无寸铁的非武装人员被一群看似猎人却不奉行狩猎之道的铁血战士屠戮，更让他吃惊的是，影片中出现一群由这些猎人操控的异形。看完影片的真之子沉默了下来，随后招待特战队到他的小木屋详谈。真之子把他在托诺氏族部落生活时听闻的坏血集团传说娓娓道来。铁血一族追求平等较量的荣誉守则，虽然杀戮是最终的结果，但并不是他们行动的重点。然而猎人当中出现了异类，一群自称杀手的氏族部落对荣誉守则不屑一顾，他们一心追求的是屠戮的快感，因此不论老弱病残，纷纷杀之后快。更糟糕的是，杀手们找到了驯服异形的方法，把它们变成武器征战四方，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寸草不生。杀手的出现违背了铁血一族的荣誉守则，扭曲了猎人们赖以生存的信念，因此双方为了自己的狩猎之道展开大战。最终猎人们同仇敌忾，剿灭了这群杀手，从此杀手成为铁血世界的都市传说。不过上校这一支录影证明了这一氏族死灰复燃。得知全宇宙最恶名昭彰的杀手重现人间，真之子见猎欣喜，决定摒弃前嫌和上校合作，把杀手一族赶尽杀绝。但是单凭人类一己之力想要剿灭这群操纵异形的杀手坏血集团，简直是痴人说梦。既然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此真之子决定勇闯铁血阵营，促使猎人们和人类携手合作，共同恢复宇宙的秩序。在上校和真之子一行人行动前，特战部队另外派遣一支90人的先遣部队前往卡帕里斯7号进行调查。趁着夜幕降临，战士们空降到先前爆发屠杀的采矿场，但见万籁俱寂的矿坑中停靠一艘拔地倚天的外星飞船，而放眼望去，平坦辽阔的大地连个鬼影都没有，徒留零星一左撮怪异的气根状的物体立在地表之上，看来敌人并没有任何防备。先遣部队缓缓逼近矿坑中的外星飞船，随后留守一批人在矿坑上做掩护，其余作为突击先锋垂降到飞船舱门前，打算将敌人杀个措手不及。然而他们错了，其实具备隐身的杀手们从一开始便在一旁默默地注视他们愚昧的行动，并且早就在这个修罗场埋伏好异形。原来那些气根状的物体就是异形背后的呼吸管。异形们破土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杀掩护人员，并且朝坑底长驱直入。沦为瓮中鳖的先遣部队见状，得知偷袭计划已经被敌方识破，立马向在空中待命的登陆舰呼求支援。登陆舰一收到消息便全部出动，火速赶往战场。这时外星飞船的顶部红光乍现，一道道激光从中喷涌而出，把登陆舰尽数摧毁，成为一朵朵飘落在地的火花。在弥漫恐惧和绝望的烈焰中，主导这场喋血盛宴的杀手缓缓现身，万刀朝外一开，把残留的羔羊诛杀殆尽。在航天母舰上，上校连同一位叫做塞雷达的长官把先遣部队阵亡的消息告诉真之子，随后他们召集全部战士，这里头除了特战队，还有一心追随真之子的猎场跟班。这一群看似战斗的门外汉，其实个个都是数一数二的狩猎好手，是获得真之子肯定的猎人。此外，这一位鸭舌帽的男人便是曾在邦达星球面对铁血和异形围剿下，驾驶麦克斯与真之子杀出重围的4眼仔。他们在邦达事件中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们从此双宿双飞，成为形影不离的灵魂伴侣。真之子对在场所有好勇斗狠的战士说，现在大家需要明白，当你面对这群更大更强的外星猎人时，表现出强悍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家伙本就以猎杀强者为生。若你给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你可以打败他们，那么你的头骨就会挂在他们的战利品墙上。突然被一个女孩子家指3道4，在场一众阿兵哥甚有怨言。先前被真之子用枝丫摆了一道的光头佬顶嘴说，少来了，他们才不是什么菜鸟，毕竟他们的塞雷达长官便曾经和异形正面交锋，并能够全身而退，面对这些外星猎人又有多难？真之子反问光头佬说，他凭什么认为他的反应和这一位生化人一样快？在场的阿兵哥不可置信，没想到他们的长官竟非人类。所谓的生化人，也就是异形宇宙标配的角色，具备高效的逻辑思考和无人能匹敌的反应速度，
重点是被城市编码的他们忠心耿耿，是外星拓殖集团偏爱使用的走狗，因此人类都对他们嗤之以鼻。赛雷达问真之子是如何看出他是生化人的，真之子说这很简单，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一丝恐惧的人。特战队的母舰抵达外星猎人的狩猎场之一，也是野口真之子铁血之魂觉醒的地方——牧场星球瑞斯。真之子知道这颗星球是铁血们频繁造访进行猎杀活动的场域，因此在这里找到这些外星猎人的几率非常大。他们先按照真之子的要求发射信号弹，在瑞斯苍茫静谧的夜空中传达出铁血一族的和平信号，告诉在场的猎人们来者毫无恶意。随后一架登陆舰载着真之子一行人降落到瑞斯，真之子换上铁血武装，聚精会神，做好心理准备，面对这一群他又爱又恨的外星人。真之子心里知道，他对拓诺氏族的所作所为有可能让对方一看到他便大开杀戒。这所谓人类和铁血合作的协商，说到底不过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登陆舰一落地，真之子一行人便立马遭到外星猎人的围堵。基于真之子一身铁血装扮，外星猎人显露真身，和真之子展开神交。真之子对后方惊慌失措的特战队千交代万交代别开枪，因为他们是来这里和这群外星人洽谈的，并非来开战的。真之子紧盯眼前的猎人们，洞察先机的他一个翻身跳跃撂倒灰色猎人，在场的特战队全部傻眼，不是说好不动手的吗？跪趴在地的灰色猎人手持伸缩矛打算反击，却被动如脱兔的真之子用匕首刺穿臂膀，再用腕刀直取他的胸膛，最后横砍一刀，灰色猎人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此时无声胜有声，真之子知道猎人们认同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现在开始他们可以展开协商了。真之子摘下面罩，对方阵营收走了尸体，便带领真之子和上校去面见他们的氏族领袖。至于生化人赛雷达、四眼仔和其他战斗人员则留守登陆舰。在琼山峻岭间穿梭一阵后，真之子终于来到了外星猎人的大本营。留守在登陆舰的特战队和真之子的跟班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因为对方阵营暗地里派出5个猎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突然猎人们尽数撤离，远方也传来阵阵巨大的躁动声响。四眼仔担心他心爱的真之子陷入危险，马上号召所有战士紧跟上去。另一边厢，真之子正在和铁血化石人展开手语沟通。这一趟协商之所以可以进行，主要得益于真之子头上那个在铁血社会里声名远播的德长蝶印记。此外，真之子反杀拓诺部落的事迹也因为该氏族在星球邦达全军覆没而不为人知，也就是说，真之子仍旧享有猎人的身份，获得铁血社会的接纳与肯定。猎人们表示，他们十分乐意剿灭传说的杀手一族。不过问题是，他们为何要和这群弱不禁风的人类合伙作战？协商尚未取得共识，猎人们忽然抄起家伙，便大步离去。这时，远方传来了阵阵枪声，看来自己人有难了。真之子马上带着上校追上去。只见峡谷间被五花大绑的异形女王正在号召她的子子孙孙与外星猎人展开殊死战。可是因为折损太多猎人，这场犹如困兽斗的狩猎行动即将一败涂地。原来这才是让一众猎人们突然躁动起来的原因。先前带兵尾随而至的四眼仔见状，马上支援猎人。人类战士手持脉冲步枪摆出阵型，发出雷霆万钧的突击，扑杀不断涌现的异形大军。可是前仆后继的异形利用人海战术瓦解了他们的攻势，战士们命悬一线。就在这九死一生的危急时刻，铁血化石人前脚杀入重围，真之子后脚就到这个修罗场。眼前的阿兵哥叫大家击杀女王，真之子马上警告说女王不能死，因为这是这群猎人们的狩猎目标，他们要活抓女王来当作产卵器，好延续未来的狩猎行动。真之子叫人类战士们支援猎人，去帮忙压制女王。有过异形女王狩猎经验的真之子知道，一旦女王沦为猎人们的囊中物，异形大军碍于女王的安危，便不敢造次，这一场狩猎行动便可算是告捷。真之子带领一众人类战士拉起绳索，女王眼见敌方生力军的加入，怒不可遏，虽然肢体被困，可是头部还可以自由活动，因此张开嘴便朝真之子吻上去。所幸真之子反应迅速，避开这一击。真之子的跟班之一是个牛仔，他甩出套索捆上女王头，可是力大无穷的女王将头往后一抬，便把牛仔大叔扯飞。好在铁血化石人机灵地拽住了他，随后一票人马相继支援，合作无间，不但把牛仔大叔给救回来，还成功让女王俯首称臣。
经过这一场歪打正着的出生入死共患难，这一群人类战士获得了猎人们的肯定，相互间缔结微妙的战友情谊。因此，化石人告诉真之子，他们将与人类一同征讨传说中的杀手一族。7周后，一支结合铁血飞船和人类航天母舰的大军飞抵铝矿星球卡帕里斯7号。就此，这场史无前例的铁血战士与人类特战队联军对决坏血集团的战役正式开打。这一支和人类合作的铁血部落并没吐露他们的氏族名称，所以人类阵营便称之为猎人一族，其领袖为甲必丹，也就是队长的意思。真之子作为唯一一个懂得铁血手语的人类，他扮演着与猎人们沟通的桥梁，在铁血母舰与甲必丹一起谋划这一场突击行动，并将计划通过通讯系统传达给人类阵营。只见进攻的号角响起，双方舰队并肩同行，旌旗蔽日，延绵万里，直捣黄龙。甲必丹告诉真之子，这只是前哨战，斩草要除根，所以他们必须确保杀手的母舰完好无损，以跟踪该母舰去到杀手的母星，好将他们赶尽杀绝。舰队停靠在杀手母舰上方，双方登陆舰倾巢而出，虽然非我族类，可是他们同仇敌忾，谁也不抢先，反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有序的奋进合击，所向无前。正当一切仿若势如破竹之时，杀手启动了他们独有的武器，一种可以彻底瘫痪敌方通讯雷达与导航系统的装置，让所有登陆舰和母舰失去联系。更糟糕的是，这个状况造成硕大无朋的航天母舰只能在外太空盲目飞行，不但容易撞毁，还失去了指挥与分析战况的作用。孤军深入的登陆舰虽然失去了导航系统的支援，不过仍旧坚毅地完成使命。特战队开着战车尾随猎人们，很快便遇到敌方第一波的反击。只见磨牙吮血的异形和猎人在杀手母舰前缠斗，特战队立马下车支援，和猎人们合组战线杀敌，一同向目标挺进。无奈异形浪潮一波又一波的袭来，最终形成围剿之势，特战队和猎人们危在旦夕。一名猎人被异形的尾刃刺穿，重伤倒地。特战队的小队长本想施予援助，却被他无情地拒绝。对铁血战士来说，能够贯彻其狩猎之道而牺牲，是一种死得其所的殊荣。然而今非昔比，这一次并非狩猎，而是战争，所以不论是猎人还是特战队，联军都需要在场的每一位尽可能地发挥其战力的最大价值。看到周遭的人类战士为了守护他而不惜冲锋陷阵，猎人迟疑了，随即握起队长的手，一族两者间相互依靠，共进退，同生死。由于与母舰失去联系，战况不明，队长下达命令，要求在场所有战士与猎人退回战车，保存战力，静观其变。真之子的男人四眼仔打算破坏对方的干扰装置，让系统重新上线，为战局扳回一城。由于缺乏电子系统资源，他自制一颗装满子弹的飞弹，并且在里头增添一个讯号导引装置，好跟踪干扰讯号的来源，将其摧毁。不过由于是临时加工的成品，所以他们必须距离讯号源够近才能发挥效果。为此，四眼仔与一名飞行员采取自杀式的攻击，直闯敌营。母舰一发激光炮划开了他们登陆舰的侧翼，不过他们仍旧横冲直撞，当距离够近了，飞弹便径直往目标飞去。轰隆一声巨响，杀手母舰的塔楼炸开了花，四眼仔成功摧毁对方的干扰装置，让所有系统重新上线。不过完成任务的登陆舰因为机体受损而坠落在敌人的大本营一旁，眼见这两个坏了他们好事的杂鱼亲自送上门，杀手马上派出一行猎犬捕杀他们。四眼仔负隅顽抗，并发出求救讯息。战车里的队长收到了消息，火速赶来救援，但是势单力薄的他们无法突破重围。此时一名杀手已经瞄准队长的头颅，打算给他来个脑袋开花。突然蓝光乍现，鲜血喷溅，该猎人的脑袋瓜已经被轰为一堆肉渣。原来系统恢复上线后，真之子也收到来自特战队的消息，得知自己心爱的男人陷入困境，立马带上一队猎人杀入战场。他们一路斩关夺爱，直达四眼仔的坠机处。随着所有通讯系统上线，联军随即指挥所有人马直取敌人的巢穴。杀手一族眼见雄疲百万的联军杀到，纷纷抛戈弃甲，开着母舰逃回他们的母星。然而这对甲必丹和真之子来说正中下怀。只见在卡帕里斯7号的太空，一艘铁血小艇直面杀手母舰冲去，将追踪器射入母舰船体。虽然该铁血小艇随后便被杀手母舰摧毁，但是这番舍生取义的行为成功完成了联军欲擒故纵战术的重要一环。前哨战就此告一段落。虽然联军拔得头筹，可也因为杀手的干扰装置横空杀出，让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真之子和四眼仔
找到了一名杀手的尸体，打算将铁血一族标配的小电脑，也就是用以控制自身武装的手腕护手给取走。由于铁血武装严禁落入他族手上，一旁的铁血将真之子狠狠拽起，以阻止真之子这番离经叛道的行为。四眼仔护花心切，见状立马拔枪相向。真之子叫大家退下，作为一名人类铁血战士，他知道刚刚是自己不对在先。猎人们把杀手的尸体抬走，特战队里的生化人赛雷达走了过来，告诉真之子没关系，因为他成功取得了另一名杀手的手腕护手。原来人类一方心怀鬼胎，他们打算借由杀手的武装科技找出他们控制异形的方法，好实现制霸宇宙的野心。不过他们知道真之子绝对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因此唯有欺骗真之子说这是为了战局着想，只要能瓦解杀手控制异形的局面，这一场战争便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可以反客为主，让异形反杀这群把他们当作猎犬来使唤的坏血。接下来3周，联军追踪杀手母舰一路到他们的母星。其实人类特战队大可用一颗核弹将杀手母星轰烂，但是基于高层想缴获这群外星人的武装科技，因此才没这么做。此外，以远程武器消灭对手也并非铁血战士的作风，他们追求的是肉搏技艺的较量，以贯彻他们的狩猎之道，所以联军最终选择与敌方厮杀来完成他们的目标。联军吸收了先前系统瘫痪的教训，这次率先配备了高规格的讯号导引飞弹，只要杀手一开启干扰装置，便会万弹齐发，制敌机先。舰队里众将士疾风而逝，是要一举歼灭杀手。原以为万无一失，可是一道道激光炮从杀手母星朝太空猛袭过来，将所有航天母舰打得措手不及。在铁血母舰担任翻译的真之子马上对联军舰队下达反击的指令，双方一来一往地进行长距离的炮轰攻势。真之子从没想过敌人会采取这一种鱼死网破的打法，让他们如此猝不及防。好在所有电子通讯导航系统都完好无损，因此联军的登陆舰便趁乱杀入敌营。真之子望着渐行渐远的战士们，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他们都可以安然无恙。四眼仔发现所有航天母舰都成为狙击的目标，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杀手母星地表，因此叫起所有真之子的跟班，擅自开走一架登陆舰便往地表飞去。另一边厢，在你死我活的混乱局面，每一艘母舰都为了躲避敌袭各行其事。真之子知道这里已经不需要他这个联军协调云了。他想起其额头上得长蝶的印记，那是他这位人类铁血战士勇往直前以弱制强的证明，更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如今面对如此空前大战，他内心深处的那股铁血之魂从未如此炽热过。真之子知道他渴望成为这一场战役的前线人员，亲身感受那酣畅淋漓的战斗与手刃传说坏血的成就感，因此他嘱咐了人类特战队的总帅照顾好自己人，便向贾碧丹请示说他要上阵杀敌。贾碧丹问真之子为何如此视死如归，他举起拳手示意说为了荣誉。真之子为了贯彻其狩猎之道，不惜杀身成仁的真性情，打动了猎人一族最高领导人贾碧丹。贾碧丹决定总动员，指挥猎人的精英们做好准备，随同真之子踏上杀手母星，好大开杀戒。作为先锋的人类特战队遭遇地面杀手集团的埋伏，双方展开火力较量，可是碍于科技水平的差异以及对方可以隐身，特战队逐渐落下风。这时一发湛蓝的离子炮朝杀手集团杀去，队长往后一看，原来是猎人一族的先遣部队前来支援。猎人们在前方冲坚毁锐，特战队为其殿后掩护。无奈阿兵哥们在一处水潭被异形偷袭，生化人塞雷达被扑倒，危急中队长扔了手雷，把这群猎犬炸上天。特战队解决了这群异形杂鱼后，马上追随猎人们的踪迹来到丛林深处，却发现猎人们早已全军覆没。往他们的脸上一看，才知道他们踏入了敌方设下的陷阱。看来是杀手在丛林里设置好异形卵，一旦有任何活物接近，便会成为爆脸体的攻击目标。如此一来，不管联军有多少人马，最终都将沦为杀手生产异形生力军的培养皿。只见异形卵百花齐放，爆脸体一跃而出，往一众阿兵哥的脸蛋扑上去。四眼仔一行人成功着陆，他们设置好作战基地，开启通讯系统，打算与真之子联络，却收到了生化人塞雷达传来的信息。由于塞雷达是生化人，异形很快便对他失去兴趣，把受损严重的他丢弃在岸边。杀手前来收割他们陷阱的收获时，对塞雷达的构造十分感兴趣，便将他一起打包带走，最终把他弃置在总部一个角落。就此，塞雷达趁此机会潜入杀手一族的总部，虽然对已经被寄生的阿兵哥无能为力，
可是他发现了杀手一族异形卵的储藏室，借此破解了他们操纵异形的秘密。赛雷达告诉四眼仔，联军若想要在这场战争获胜，他们便需要猎人们100%的配合，把他们一族的掌上明珠给献出来，也就是将异形女王投入战场。原来杀手一族并没有女王，不是他们没办法捕获，而是不能拥有。因为杀手一族是依靠人工合成的女王信息素来操纵异形的行动，倘若有一只货真价实的女王在场，其天然的信息素便会凌驾于人工合成的赝品之上。也就是说，只要联军把女王投入战场，便会导致杀手一族的所有异形叛变。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内外夹攻，一举歼灭这个坏血集团。整装待发的真之子赶在出发的最后一刻收到这个讯息，马上转告贾碧丹。猎人们为了消灭传说中的杀手氏族，欣然地同意这个要求，旋即将女王装箱，随后带上精英部队，乘上登陆舰往战场进发。干水流野烽火连天的战场，真之子伙同贾碧丹以及猎人一族的精英带着女王直闯杀手总部。清除地上的敌军后，登陆舰着地，舱门一开，贾碧丹带着精英们蜂拥而出。眼见强敌登场，杀手们指挥异形大军进行围堵。可意外的是，异形大军僵着一动也不动。只见贾碧丹身后，真之子和好几位猎人拽着异形女王缓缓而出。看来赛雷达说的没错，女王确实可以左右战局的走向。龇牙咧嘴的女王一声尖笑顿起，犹如鬼哭神嚎，所有异形骤然反噬其主。眼见战局好转的真之子再也耐不住心中杀戮的渴望，火速加入战局，和贾碧丹并驾齐驱，勇往直前，奋勇杀敌。另一边厢，深爱真之子的四眼仔和一心追随这位传奇战士的跟班们，自然不可能弃真之子于不顾。得知他就在战场上厮杀，全员马上抄起家伙前去与他会合。在行进过程中，所有登陆舰跟随他们的脚步，浩浩荡荡往战场中央杀去。眼见敌方战力突然转向，杀手指挥中心惊慌失措，决定启动干扰装置破坏联军的指挥系统，而此举正好触动了讯号导引飞弹。但见万弹齐发，不论在场的是敌军还是友军，纷纷来上一顿轰炸。真之子、贾碧丹一伙和杀手阵营都因此乱了阵脚。然而瞎猫碰上死耗子，大轰炸不但摧毁了干扰装置，也一举破坏了敌方的指挥系统。联军趁此机会追击鸟惊鱼散的杀手，但是风尘之变中，异形乘虚而入，解开女王的镣铐。获得自由的女王统帅所有异形，成为战场新生的第三方势力，将目光所及的每一个生灵扑杀殆尽。在场的联军战士且战且退，杀手一族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全部沦为异形的耳食。真之子和贾碧丹一伙退守到杀手指挥塔上方，眼见退无可退，真之子却看到贾碧丹一脸欣然自得，因为他们终于把传说中的杀手集团大本营摧毁，完成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千秋大业。一声熟悉的呼唤传来，真之子转身望去，原来是四眼仔前来接他离开这人间地狱。可是这一刻，真之子迟疑了。他转身看向贾碧丹，他知道临危脱逃有负他铁血战士的身份，愧对他额头上那个象征荣誉的印记，因为铁血战士一族才不会因为未来只有死路一条而不勇往直前。但是自从他脱离托诺氏族部落，重新回归人类的身份后，他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与人类世界格格不入的女人。现在的他既有一群爱戴他的跟班，也有一个可以双宿双飞的爱人，如此幸福美满的生活早已软化了他骨子里那个嗜杀好战的灵魂。贾碧丹望着踟蹰不前的真之子，抽刀一砍，把眼前的异形斩杀，随后用沾上异形酸血的刀子烙上真之子身为铁血战士的标记，让他从铁血狩猎之道中解放出来。真之子扑向人类的世界，凝望着奋战到最后的贾碧丹和猎人精英们，仿佛在向过去那个是5号战的自己诀别。贾碧丹待所有友军撤离后，就启动自爆装置与敌人同归于尽。就此，铁血世界传说中的杀手氏族与其异形猎犬尽数被炸得鬼烂神焦，灰飞烟灭。这一场战役以联军获得胜利告终。外太空的铁血母舰完成使命后，便与人类特战队完全切割干净，径直消匿在苍茫宇宙中。沐浴在人性温暖的真之子很高兴，他终于可以活得像一个再也正常不过的平凡人。虽然他从人造人塞雷达的消息里得知，在遥远的银河系一隅还存有另一个杀手基地，并且已经在集结大军试图报仇雪恨，不过那已经是其他人的梦魇了。因为达图蒂这名人类铁血战士的故事就此结束。真之子传奇可说是铁血宇宙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他那让人称奇道绝的战绩，迄今仍旧无人可以出其右。如此曲折离奇的一生，甚至启发了异形战场的制作。
所以我们可以在电影中看到满满的致敬元素。这一位人类铁血战士的经历，除了向我们吐露了外星猎人的荣誉守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道出了铁血社会兼容并蓄却又孤傲排外的矛盾。因此，我们既能看到真之子被托诺氏族接纳，又被部落其他成员排挤的状况，也可以看到只要能取得铁血一族的肯定，便可以和他们携手同行并肩作战。当然，透过真之子在铁血生活的经历，我们甚至还能够一探铁血狩猎异形女王的方法，以及铁血社会里也存在正邪对立的极端状况。总结来说，在人类世界与铁血社会徘徊不定的真之子传奇，不但进一步完善了铁血世界的设定，更深化了人类、异形与这群外星猎人的爱恨情仇，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大千世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若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给我小小的鼓励。我们下回见。